太爷爷酒葫芦里的秘密。我的家族里有个大英雄，他就是我的太爷爷。因为在过去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，是我太爷爷用自己的努力养活了上上下下好几十口人。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是听着太爷爷的故事长大的，关于他的一切，我们不仅能张口就来，甚至能倒背如流。我的同辈们都以太爷爷为荣，我也是。但是我最好奇的是他腰上挂了几十年都舍不得摘下来的酒葫芦，他竟然连睡觉时都挂在身上。我小时候问过爸爸和爷爷，他们都说不清楚原因，而且爷爷一再嘱咐我不要打太爷爷酒葫芦的主意，否则他会生气的。随着我年龄的增大，我的好奇心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还越来越强了。终于在我16岁的时候，我趁太爷爷睡着了，偷偷摘下了他的酒葫芦。打开以后，我大吃一惊，因为里面除了一块小石头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一滴酒都没有。就在我发愣的功夫，太爷爷醒了。看到醒了的太爷爷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但是他先看了看我手里的酒葫芦，又看了看发呆的我，突然笑了，然后说：小子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摘我酒葫芦的人了。太爷爷的话让我更糊涂了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太爷爷拍拍他身边的位置，让我坐到他身边，像自言自语一样讲起了酒葫芦的故事。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，有一年大旱，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，庄稼都被旱死了。没有足够的食物，导致很多人都被饿死了。我们的家族是个大家庭，有好几十口人，其中还有孕妇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。家里的年轻男人看着饿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和吃不上饭的孕妇，非常着急。太爷爷这时站出来，告诉大家不能干等着，需要主动出去找食物。因为村子靠山，他打算带家里的小伙子们去山上碰碰运气。听说山上有猛兽，很危险。人们常说喝酒壮胆。为了不让自己害怕，太爷爷挂上了家里的酒葫芦，然后就带着10多个年轻人上山了。上山以后，他们开始寻找，慢慢的就发现了很多食物，耐旱的植物，饿死的动物什么的。他们非常高兴，把带来的袋子都装得满满的。但是谁都没注意到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就在他们装完准备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天黑了，他们没办法分清方向，找不到来时的路了。每个人都很着急。这时太爷爷告诉大家别慌，因为他在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丢下小石头，做了记号，大家只要耐心寻找小石头，跟着石头走就可以下山了。人们冷静以后开始寻找，果然找到了小石头，并且很快下了山。太爷爷到山下后，拿走了最后一块小石头，并把它放进了酒葫芦里。他想把这种遇事不慌张、喜欢挑战和勇敢的精神传给家族里最优秀的人。太爷爷的做法不仅救了山上的人，也救了家里的人们，所以大家都非常佩服他。因为人们都很敬重他，所以虽然人们对他的酒葫芦感到好奇，但是没人敢问，也没人有勇气找到酒葫芦的秘密。今天我偷拿了他的酒葫芦，代表我是敢于挑战，而且是愿意尝试的人。所以他决定告诉我酒葫芦的秘密，并把酒葫芦给了我，希望我在成长的路上
继续保持好奇和探索的精神。听完太爷爷的话，我心里美美的，这不就意味着我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吗？